DJI Osmo Pocket 4P 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这是最让人有感的升级，毫无疑问就是多了望远镜头的双镜头设计。不过功能变多了，价格也没有再客气的哦。标准套装19290元台币 ，Vlog 套装21790元台币，跟之前第一代 Pocket 3相比，首发价差了将近7000块。这样的升级幅度到底是真的有感，还是规格看起来很香，买下去之后才觉得没有那么需要？这一集我们就要用实际的使用体验好好聊一下 DJI Osmo Pocket 4P 到底值不值得升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不知道大家看到影片时 ，Pocket 4P 是不是已经有货了？至少我现在看到各通路都是缺货的状态。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呢？其实绝大部分的朋友使用过 Pocket 3之后，体验都相当的好。所以即使 Insta360 推出同样是双镜头的 Luna Ultra， 似乎也没有影响到 Pocket 4P 的销售量哦。那我这次很幸运的抢先拿到 Pocket 4P Vlog 套装，这也用了好几天。我觉得Pocket 3应该会被我冰起来当备用机。无论是在拍摄的画质、操控的稳定度，还有便利性，用过真的会回不去哦。接下来我会从日常拍片用到的功能来分享使用体验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要知道 D-Log2 的表现我这边是不会去聊，因为我平常是不会用到的所以直接可以跳过这一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快速开箱，套装中除了有 Pocket 4P 本体外，还包含补光灯、手把、Mac Mini 2、取景遥控器，还有迷你三脚架。也就是说，你买了这个套装之后，其实就可以直接拍 Vlog 的意思哦。我要先抱怨一件事情，取景遥控器还有 Mac Mini 2的充电座是不共用的，而且充电座跟线是连在一起，再加上 Pocket 4P 的充电线，所以你一次出门就得带3条线哦。不过抱怨归抱怨。这一次支援取景遥控器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。毕竟很多创作者都不会有摄影师，有了取景遥控器之后，就可以更方便自己一个人拍摄哦。那实用体验的部分晚一点会说明哦。包装中还附上便携收纳包与 Pro 收纳包，一个就是让你带简便的东西就可以出门拍，另外一个就是让你塞比较多配件。不过这次并没有像 Pocket 3一样有个防护壳可以用，这点就稍稍可惜了一下。Pocket 4P 操控部分，并没有因为多了一颗镜头而变得复杂，尤其是在变焦上，灵活性更好。原因就是在萤幕下多了2颗实体按钮，左边这一颗是 Zoom In 按键，长按会从1倍慢慢推进到12倍，你也可以直接按一下就会切到3倍，再按一下就会切到1倍。如果需要6倍的长焦直接点2下就会跳到6倍。那右边的按钮也非常的好用，长按就是 Zoom Out。点一下呢，就可以切换遥感的功能，点2下可以让镜头回到原点。不过这都是要在翻开萤幕后才能使用。如果要拍摄直视影片时，就无法用这2颗按键哦。那遥感功能跟 Pocket 3大致相同，除了可以操控镜头方向以外，也可以当成变焦使用。这遥感还支援按压的功能，按一下就可以锁定构图跟随按2下可以让镜头回到原点，按3下就可以翻转镜头。对了，这是在稳定度上比起 Pocket 3要更好，运镜上变得更平稳一些，尤其是对于晃动超敏感的长焦即使边走边拍也可以维持稳定。另外，这一次智慧跟随 8.0 真的超强可以在12倍变焦锁定主体那我实测拉到12倍，先锁定白鹭鸶之后，再回到6倍跟拍那在手持拍摄的情况底下，当鸟起飞后，你只要简单的手持跟着鸟飞的方向移动，镜头就会自动抓着鸟，而且成功率非常高。我还有实测大家比较会用到的场景，也就是放在脚架上用椅背拍人。我已经尽我所能快速往返移动，但是完全无法摆脱镜头的跟随所以真的很夸张。接着我要分享的就是超好用的取景遥控器。使用上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开机之后就会自动连到 4P 上面完全不需要设定。那操作部分，多功能遥感除了没有按一下锁定跟随以外那其他功能都是一样的。萤幕部分也支援触控，不过操作方式跟机器上有一些差别，像是左翻页设定参数就不支援，也就是说参数你必须要在机身上先设定好。
但除此之外，基本操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延迟也算很低，非常好用。那可以支援多远去操作呢？那我实测距离大约在20公尺左右，那操作的反应一样快，画面也没有延迟感，非常适合在有着长焦的 Pocket 4P 上使用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画质，先来看广角镜头，它采用全新升级的1寸 CMOS 大感光元件，等效焦距是20mm， 也就是偏广的主镜头的意思啊。那光圈是 f2.0， 这跟 Pocket 4是完全不同的感光元件哦，因为 Pocket 4P 的感光元件具备 Low Fick 技术，这个技术跟小米17 Ultra 的主镜头是一样的哦，可以大幅提升 HDR 能力。到底提升多少？直接来跟 Pocket 3对比一下就知道。Pocket 3在高对比的画面下亮部很容易就过曝了，但 Pocket 4P 的亮部完全没有过曝的情况哦，这表现大家应该一看就明白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同光线底下的画质，在摄影棚内用不同的亮度进行比较。在只有微光环境下，虽然暗部有微微拉亮，但杂讯是偏高的哦。在开启棚灯上打上微光之后啊，杂讯感立刻就消失。实际在户外拍摄，日拍的锐利度跟色彩都非常的漂亮，那色彩饱和度我觉得是相当的出色哦。逆光底下拍摄啊，暗部细节还是非常的清楚。夜拍部分，强光抑制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好了，毕竟有 Low Fick 技术啊，而且在色彩上表现非常丰富，是我很喜欢的色调。那自拍人像部分，白天在逆光底下拍摄，画质我觉得也算是可以让人满意的哦。那夜拍底下在复杂背光下拍摄，虽然脸部的色彩是比较没有那么凸显啦，但我觉得也算是不错。但如果要让人脸更凸显一点哦，建议加上这次小推荐，也就是补光灯。补光灯本身是没有电池的，需要吸附上镜头背后的接点才会启动。补光灯有3种色温，每个色温都有3段亮度，可以依照不同环境来选择。那打上3种色温补光灯的人像自拍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以测试的环境下，这个暖光表现是算是比较自然的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很在意的望远镜头，它是采用1.28分之1寸 CMOS 感光元件，等效焦距呢是60mm， 光圈是 f1.8。这是加上长焦镜头之后，让拍摄的构图有更多的选择。除了基本的把远处的物体拉近以外，画面压缩感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更是好看。像是广角拍摄人像时啊，会收纳比较广的背景，人像是比较没有太多的凸显啊。这个拍摄方式啊，可以强调人跟背景的结合。那长焦部分呢，就是会把背景拉近很多，在复杂环境下可以强调人为主体。如果是想要跟远处的景色结合呢，我觉得这个拍摄方式也是非常好的。那焦距呢，除了原生3倍光学以外，还内建6倍的切换，最高可以达到12倍。那我们看一下实拍表现哦，日拍色彩部分跟广角非常的接近，3倍光学锐利度跟色彩表现都不错。那6倍画质我觉得也还算不错啊，是可以用来拍摄画质的程度。但12倍部分就很数位感，大家就自己参考一下。那夜拍部分，3倍的画质表现我也觉得也还不错，浓郁的色彩也让画面看起来更漂亮。那6倍的夜拍虽然画质还不错，但要注意移动要稍微慢一点点，因为隔放感会开始出现。那12倍呢，同样不建议使用，因为杂讯跟数位感都非常的明显。所以如果要以拍摄素材为出发点，6倍以下会比较安全。在最近对焦距离部分也是跟拍摄素材息息相关，因为 Pocket 真的很好操作，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离物体太近而失焦哦。那实测广角镜头最近对焦距离大概落在9到10公分之间，差不多是男生一个拳头的宽度啦。那望远镜头大概是落在20公分左右，大概是男生的2个拳头宽度，所以大家拍摄时可以稍微量一下，多注意一下。对了 ，Vlog 套装里面还有一个 Mac Mini 2，它到底表现如何呢？实际跟手上的 Mac Mini 就是一代的来比较两者在音质跟降噪效果上，基本上我是听不太出来有什么太大差别啦，所以就让大家自己听听看哦。在开启冷气与电风扇下测试 Mac Mini， 在开启冷气与电风扇下测试 Mac Mini， 在开启冷气与电风扇下测试 Mac Mini 2， 在开启冷气与电风扇下测试 Mac Mini 2。前面聊了那么多优点，到底这几天用下来有没有什么缺点呢？其实是有的哦。我这边分享4点给大家。首先，画面比例目前只有看到16:9跟9:16，并没有提供1:1。
所以如果你要拍摄一个素材，横向跟直向都能使用的话，我通常都会用1:1来拍啦。但是现在没有嘛，所以就是自己拍摄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。那第二，没有原厂的硬壳保护壳啊，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惜的。这样带出门要丢包包就得用收纳袋哦，那携带便利性上比较没有那么好。那第三，长时间拍摄时比较容易发热哦，虽然不到烫，但比起 Pocket 3啊，真的是比较有热的感觉。那第四，两个好用的快捷键在直视拍摄的时候是完全没办法使用的哦。但问题是，你把萤幕转到横的时候，界面中也没有办法切成直视的拍摄的画面。这不晓得之后会不会改善啊？所以以上4个小问题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。讲到这里，最后还是要回到大家最在意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手上已经有 Pocket 3，到底该不该升级到 Pocket 4P 呢？先讲结论。如果你手上的 Pocket 3还是用得很顺，而且平常拍摄内容大概就是日常记录、旅游随拍、简单的 Vlog， 也不会特别在意焦段的变化、人像压缩感或是长焦跟拍这些功能，那我觉得 Pocket 3其实还算是蛮好用的啦哦，甚至可以说到现在都还是很够用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已经开始不是想要拍得到，而是会在意画面有没有层次、拍人好不好看，那远一点的主体能不能稳稳抓住，甚至希望一台小机器人也能够拍出接近相机感的画面，那 Pocket 4P 的升级就真的非常的有感，尤其是这次加入了3倍长焦镜头，真的不是只是规格上比较漂亮而已，而是你实际拍人、拍景、拍动物、拍活动时，都会明显感受到构图的自由度变高很多，再加上更好的 HDR 表现，长焦也能智慧跟随，那操控也更直觉，整台机器用起来的完整度确实比 Pocket 3再往更上一阶哦。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买 Pocket 系列，预算也是可以接受的，那我会比较建议直上 Pocket 4P， 未来也比较不容易早知道当初直接上的感觉哦。但如果你手上已经有 Pocket 3了，那就是看你觉得画质提升跟长焦对你有没有帮助。以上就是 DJI Osmo Pocket 4P 的实测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ray， 下期见喽，拜拜。